皮卡，皮卡丘，皮卡丘。Hello， 大家好，我是卡皮。今天也暂时不讲神奇宝贝，来讲一个我比较喜欢的龙珠当中的人物贝吉塔。作为赛亚人的王子，赛亚人的战斗天才，贝吉塔内心的骄傲在整个动漫中无人能出其右。因为这个特质，贝吉塔总会被人亲切地称为傲娇王子、装逼王子什么之类的。然而王子的内心其实很多时候都在呐喊：宝宝心里苦啊！这次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贝吉塔几次装逼失败、骄傲被粉碎的时刻吧。第一次出临地球，贝吉塔在得知了自己的下属死在了地球，并同时得知了地球上有可以实现任何愿望的龙珠之后，便带领着另一名赛亚人纳巴来到了地球。出临地球的贝吉塔无疑是无比的意气风发，颇有一种天下在我的感觉。他在这个时候也确实是龙珠里的最强战力，不过贝吉塔这次还是失算了，因为他碰到了悟空，因为他不是主角。与悟空交战初始的震惊，很快就化为无比的愤怒。贝吉塔无法容忍有能威胁到自己，甚至比自己更强的赛亚人的存在，更加无法容忍自己竟然要败在几个片刻之前还被自己视为蝼蚁的角色手里。然而贝吉塔的不甘无法让自己翻盘，初始的意气风发以及被悟空等人合力打败时的狼狈不堪，贝吉塔最终选择逃跑。当克尼在悟空的求情下放任贝吉塔爬回宇宙飞船时，贝吉塔的骄傲第一次被彻底粉碎。第二次直面弗利萨，赛亚人的特质让贝吉塔在地球遭遇死亡危机之后变得更加强大，因此贝吉塔有了要去纳美克星与弗利萨争夺纳美克星龙珠的想法。贝吉塔虽然是弗利萨的小弟，但却是真的不明白弗利萨的强大。几度生死的他以为自己已经参透了成为最强赛亚人的奥秘，于是原来那个意气风发、骄傲异常的赛亚人王子再度重新归来。然而事实的真相显然已经在贝吉塔的意料之外，贝吉塔在强大的弗利萨面前完全没有招架之力，轻易就被弗利萨反杀。临死之前，贝吉塔的骄傲已经完全不见踪影，他竟然哭着向悟空这个曾经的对手求情，请求悟空能够出手杀死弗利萨，并诉说着贝吉塔星被弗利萨毁灭后的痛苦。贝吉塔此刻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因此这无疑就是贝吉塔内心的真心吐露。此时的他完全就是一个家园被毁、复仇失败而转为向对手请求的可怜人啊！第三次对战沙鲁，在龙珠贼沙鲁篇中，已经被成功洗白的贝吉塔将自己的后续唯一目标设定成为了超越悟空。虽然贝吉塔已经认清了这个事实，但并不代表他不能保持自己的骄傲。在短暂的被人造人羞辱之后，贝吉塔重新通过了神界的精神时光屋，重新找回了自信。在与未完全进化的沙鲁对战时，贝吉塔将自己的傲娇表现到了极致，后面甚至放过了沙鲁，让他成为了完全体。然而面对完全体的沙鲁，贝吉塔没有一丝机会，被沙鲁打得连妈都不认识了，最后被打昏过去，也算是避免了尴尬。后来在悟空和悟饭对战完全体的沙鲁时，贝吉塔的内心再次遭受了暴击，他完全没想到自己会再次被另一个赛亚人超越，内心中骄傲的防线完全崩塌。在悟空牺牲自己消灭沙鲁后，贝吉塔也就没有了目标，瞬间觉得百无聊赖，竟然说出以后再也不战斗的话来。第四次决战布欧，在布欧篇里，贝吉塔仍然夜以继日地锻炼自己，所思所想都是为了要与悟空堂堂正正的大战一场。然而巴菲迪的出现扰乱了贝吉塔的计划，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贝吉塔甘心被巴菲迪利用，只为与悟空一战。这段剧情里，贝吉塔的骄傲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显然贝吉塔不是巴菲迪能控制得了的，要想控制贝吉塔，必须得击垮贝吉塔的骄傲，而这点显然是巴菲迪做不到的，因此巴菲迪也只得任贝吉塔自行其事。贝吉塔最后实现了自己与悟空决斗的心愿，然而面对布欧出现的乱象，悟空显然无法做到全力应战。最后贝吉塔趁机敲晕了悟空，独自来到了布欧面前。贝吉塔在这里完全就丢弃了自己的骄傲，不过可惜在实力巨大的差异面前，贝吉塔最终选择了自爆。临死前，贝吉塔竟然没有了以前对战的心有不甘，只留下了对妻爱的浓浓眷恋，与无法与悟空这个一生的对手再次交战的不舍。舍弃了骄傲的贝吉塔仍旧是自爆了。这一段当初不知道看哭了多少人。盘点至此，那么你们觉得还有哪些地方是贝吉塔骄傲尽失的时刻呢？好了，我是卡皮，咱们下期见。